大家好呀，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过去的几支影片里，我们从命理的角度探讨了一个人的性格悲剧，也从法律的角度拆解了一场荒腔走板的旅游意境闹剧。而今天，我们要回到一切的起点，探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一个人习惯性的攻击他人时，他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真的那么干净吗？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事，打开2份由当事人亲口录制的自白书，因为最有力的证据从来都不需要假手他人。在2025年的2场公开访谈中，拥有严东锡与严长安等多重化名的玉春小先生 Jeff， 为了塑造自己的人设，一次扮演饱经风霜的奋斗者，一次扮演看透风云的圈内人。但他似乎忘了一件事，有些故事一旦公开，就不再是故事，而是呈堂证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倒转时间，仔细听听他是如何在镜头前亲手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关于他自己在泰国涉嫌多重违法行为的最清晰的犯罪档案。在那场访谈中，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一帆风顺，严东锡是这样描述他刚到泰国时的经历的。所以说我刚开始来泰国的时候，也要为这个事情去做准备那时候我甚至做过旅拍，因为我比较爱好摄影嘛。做过旅拍，因为我比较爱好摄影，这句话听起来很励志，对吗？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异国他乡赚取第一桶金，但在泰国法律的面前，这份励志有一个更精准的名字：非法工作。这意味着你连申请工作许可的资格都没有。任何以旅拍为名义进行收费服务的行为，都直接构成了非法工作，后果包括但不限于高额罚款、监禁、遣返，以及被列入泰国移民局的黑名单。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揭开的是他违法行为的第一页，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在承认了非法旅拍后，他紧接着又抛出了他的第2个副业，然后做这种 Airbnb。 做 Airbnb 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分享生活的美好方式，对吗？但这份美好在泰国法律体系中却像一个俄罗斯娃娃，一层一层包裹着至少4重违法行为。第一层，违反酒店法。泰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少于30天的短租都属于酒店业务，必须持有酒店执照，无照经营就是非法经营。第2层，违反税收法典，收取了租金却没有依法申报个人所得税与营业税，这不叫节省，这叫逃税。第3层，违反移民法。作为房东，他有义务向移民局上报每一位入住的外国人信息，如果他没做，那他就在持续违法。第4层，再次违反外国人就业法。如果他亲自参与管理，比如联系客人、引导入住、安排打扫，这些行为都属于无证非法工作。你看，一个看似简单的做 Airbnb， 背后却是对泰国从商业、税务、移民到劳工一整套法律体系的系统性藐视。这不是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行走，这是把国家的法律红线区当成了自家的后院，随意践踏。如果说旅拍和 Airbnb 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他接下来承认的这件事，则将他违法行为的规模与复杂性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级。然后也做过这种包括泰国的这种实体商业，就是跟泰国人合作，去在中国去批发各种什么展会用的地毯呐、太阳能的各种就是设备啊，来到放到曼谷，再找一个朋友去卖，就是这种，就进口商嘛，说白了，对对对，就是这样，就进口商。他说的如此云淡风轻，仿佛这只是一次朋友间的帮忙。
但进口商这3个字背后牵涉的是泰国最为严格的2部法律：外国人商业法与海关法。根据外国人商业法，批发、零售等贸易活动是严格限制外国人参与的，没有合法注册的公司，没有相应的许可，外国人个人根本不允许从事这类业务。更严肃的问题是，那些地毯和太阳能设备是如何从中国来到曼谷的？他们有合法的报关手续吗？缴纳了应缴的关税吗？如果没有，那么进口商这个词就有了一个更刺耳的同义词：走私。如果说前面3宗罪还只是他作为商人的过往，那么接下来的自白则揭示了他作为一个 YouTuber 是如何将违法违规的手段运用在网络攻击之中的。在另一场访谈中，当他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如何掌握第一手资料时，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所以说他们前前后后啊去了好几次台湾，尤其是前2次去完之后，我靠，那个流量真是可能单条视频我所了解到的啊，单条视频的这个流量就能100万。哇塞，那是非常厉害的，太猛了。对，它单条的这个收益就每天你只要可以说就是水一条流水账就有1000美金，就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对。因为后期我也拿到了一些这个后台的一些数据嘛，我确实也非常惊讶，他确实是赚了不少。拿到了一些后台的数据，请问是谁给你的权利去拿另一个创作者的后台数据？这是 YouTube 平台的商业机密，也是创作者的个人隐私。无论他是通过骇客手段，还是通过非法策反内部人员获得，这种行为都已经严重违反了平台的使用者协议，甚至可能触犯了关于侵犯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的法律。一个以揭露为名的人，却用着最见不得光的手段去窃取他人的隐私，更不用说他后续将非法获取的私人会议录音公之于众，那早已不是游走在灰色地带，而是赤裸裸的犯罪行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你早已成为了深渊的一部分。过往的违法行为可以追溯，现在的非法手段正在发生。而串起这一切的是他能在泰国安身立命的根本，那张工作签证。现在的严冬写持有的是音乐人工作签证，这份签证是他能在泰国合法居留的唯一基石。但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音乐人，他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是经营一个高频率更新、开启盈利功能，并即将开设会员的 YouTube 频道吗？是作为一家在中国注册、经营了5年的淘宝老店的法人代表，在泰国远端遥控跨国电商业务吗？是让没有工作许可的家人在泰国从事打包、发货的商业行为吗？这些显然都远远超出了音乐人的工作范畴，每一项都可能被泰国移民局认定为从事与签证目的不符的盈利活动。一张宝贵的工作签证被他当成了一张万能的商业通行证，用来掩护他复杂且充满疑点的商业版图。这不仅是对法律的再次践踏，更是对那些真正兢兢业业、遵守规则在泰国工作的外国人最大的不公。所有的谎言与攻击，最终都将他带到了法庭。2025年10月27日，严东熙在他所面对的2起诽谤官司中都当庭认罪，案件进入保释阶段。一个正常人在法律面前低头认罪后会怎么做？也许是反思，也许是沉默。但我们的剧本大师选择了在走出法院后立刻上演一场全新的悲情大戏。他声称自己之所以认罪，不是因为真的有罪，而是因为收到了死亡威胁匿名恐吓。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剧本。他把自己从一个认罪的被告瞬间变身为一个为保护家人而牺牲的悲剧英雄。但这个剧本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如果你真的收到了死亡威胁，你应该去的地方是警察局，而不是 YouTube， 甚至还在盘算着要不要去日本旅游。在法庭上向法官低头，在网络上却向粉丝哭诉，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支持者的情感操弄，更是对司法程序的极度藐视。而他在认罪后的影片里
更是亲口为自己的荒谬剧本做了最好的注解。我在泰国啊，所谓的因言获罪惹上的这个一场官司，角色上他们希望用抹黑我打倒我的这种方法来让另一个那个博主呢，待会儿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主人公啊，这个博主是主人公，当然我在泰国就是被他告上法庭。怎么说呢？这件事情于我看来啊，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泰国唯一一起一个外国人，中国人嘛，因为这个言论问题被另一个中国人告上法庭，所以我把这个事情呢是当做一次难能可贵的一个司法实验。你听到了吗？在这段长达15分钟故作轻松的独白里，他满嘴胡说八道，至少犯了3个可笑的错误。第一，他谎称自己因言获罪。不，你是在法庭上对自己持续性的诽谤行为当庭认罪，请不要用言论自由这块遮羞布来掩盖你对他人人格谋杀的事实。第二，他谎称这是泰国唯一一起中国人告中国人的言论官司，这是何等的无知与傲慢！据我所知，光是近10年内就有泰国头条新闻的创办人郭蕊女士被另一位华人周先生长期诽谤而告上法庭的案例。那场官司整整打了10年，最终以郭蕊女士的胜诉告终。严东熙，在你口中这场难能可贵的司法实验，前人早已走过。第三，他甚至搞错了原告的顺序。今年是巨伟先生首先对他提起诉讼，之后才是肖恩的诉讼。他面对的从来就不是一场官司，而是数场官司。这段独白完美地暴露了他藐视法庭的轻佻心态，以及对事实的毫不在乎，而他接下来的话更是揭示了他所有行为的最终动机。一个藐视法律、满口谎言的保释犯，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因为在他眼中，这一切都是一门生意。让我们仔细听听他是如何规划自己这场官司大戏的。过后呢，我会把我在泰国经历的这一场怎么说呢，莫须有也好啊，或者是很荒唐啊、很荒谬的一场官司啊，我会把这个过程啊详细的去叙述出来，做一整套吧一个系列吧啊，不能说一整套。莫须有，很荒唐，一个系列。在他眼中，这场严肃的关乎他人名誉与自身自由的刑事诉讼，不是一次需要敬畏的法律教训，它是一个可以被包装、被叙述、被分级播出的流量产品。一旦你理解了这个核心动机，它后续所有看似矛盾的行为就都有了最合理的解释。既然官司是一部要拍给观众看的连续剧，那这部剧的主角就绝不能是一个认罪的诽谤犯，他必须是一个被冤枉的、孤独的、为正义而战的英雄。可是，一个刚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的保释犯，要如何快速扮演英雄呢？他需要一件戏服。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年最超现实的一幕：一位官司缠身、目前处于保释期间的准刑事犯，摇身一变，变成了泰国旅游警察。义工2字刚好忘记写了。这不是巧合，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这个旅游警察身份就是他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英雄戏服，它的作用不是为了服务游客，而是为了服务于他的官司连续剧。他为英雄提供了人设，一个被官方认可、热心公益、值得信赖的正义使者。他为剧情增加了张力，一个如此正直的人怎么可能会有罪？这一定是莫须有的迫害。他最终为变现铺平了道路。当这位身穿制服、为民请命的英雄准备开设他的 YouTube 会员频道时，粉丝们是不是会更心甘情愿地为这份正义掏钱赞助呢？这不是热心公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公关策略。他试图利用泰国官方的善意来为自己的商业利益与法律困境披上一层保护色。
当一个人将自己的人生活成了一部充满矛盾的剧本时，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瞬间，他不经意间会忘记自己正在扮演哪个角色。严东西最成功的角色莫过于反共义士。那么这样一位与祖国早已决裂的流亡音乐人，在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会参考谁的意见呢？本来已经打算想去日本的行程了但是昨天突然就看到个新闻，中国的外交部就是放了一个消息也是放了一个这个是宣传文吧，说中国人尽量不要去日本去旅游可能是近期什么针对中国人的各种什么犯罪事件什么对中国人容易产生一些危险的事件就比较多，是吧？就不太建议中国人去。你听到了吗？一位天天将中国当作笑话的恨国网红，在决定自己要去哪里旅行时，最关心的却是中国的外交部放了一个什么消息。这当然是个天大的笑话，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处于保释期间的刑事案件被告根本就没有资格出境旅行。他这场自导自演的爱国秀，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无法出国的窘境而已。而这场拙劣的表演，也让我们想起他过去对别人说过的那些义正辞严的话。任何一个利用海外观众把美金赚回中国的网红，都是在帮助大陆恢复体力、积蓄精力。你们给他们的每一分钱打赏或者是抖内，最终都有可能变成对付你们自己的武器。在这个瞬间，他所有的人设都崩塌了。当需要收割台湾流量时，他是最激进的恨国党；但当涉及到自己的人身安全时，他身体的本能却比谁都诚实。所以，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或许答案根本不重要，因为这一切只证明了一件事：他所谓的恨国，不过是他用来赚钱的商品，而他那份深植于潜意识的中国人身份认同，才是他趋吉避凶的人生保单。一个恨国者却靠着中国的法律漏洞经营淘宝网店，一个反共者却听着中国外交部的指令规划旅行，无视中日近日冲突的缘由。一个保释犯却挂着泰国官方的旅游警察徽章扮演英雄。这不是政治信仰，这是一门彻头彻尾的投机生意。今天我们不扮演批判者的角色，我们的任务更像一位安静的书记官，只负责一字一句地记录下严东西自己的证词。这份由他亲口录制、横跨多年的自白书，比任何第三方的指控都更加有力。他不仅揭示了一个英雄人设背后可能隐藏的法律真相，更向我们所有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在网络上追随、信任甚至资助一个人时，我们看到的究竟是真实的他，还是他精心为我们编排的一场戏？严东西可能认为时间会冲淡一切，但他忘了，法律的计时器在他按下录影键的那一刻就已经启动了。谎言的剧本总有杀青的一天，而法律的判决将是这场闹剧唯一的中场字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也请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下支影片见。他们叫我脏东西，清迈球单戏很多，10年北漂追阴谋，现在荧幕前身留住观点输出不啰嗦，只是人生有点密，说到漏接这一块，常常直接带档机，开口就是爆满料，什么动机他全知道，幕后黑手阴谋乱，帽子碗口不嫌少，证据永远在路上，下次一定会揭晓，屌丝胃口是绝招，点击流量全拿好，爱绕位脏东西，分热度翻的真用力，逻辑市场掉先驱，今天8万明天提，反转绝情无人机，真相到底在哪里？自重正义的
化身，站在道德的高山，只在别人不敢听，自己说话却片面。昨天说他不能睡，今天分歧太越想，绝情反转太离奇，自爆群众蒙蔽引，爱人为脏东西，分热度分的真用力，逻辑市场表现区，今天骂完明天提，反转绝情无人机，真相到底在哪里？空茶威胁都用上，只为点击疯狂脏，黑仔照片全动唱，情节夸大怎样讲？为了真相当口号，流量变现是目标，真假难辨谁知道？网络世界太浮躁，爱绕为脏东西，分热度翻的真用力，落去市场表现区，今天骂完明天提，反转绝情无人机，真相到底在哪里？从英文人到保留卡，转型转的有点尬，这脏东西的戏码还在青睐继续发。